這個開了2萬多家門店，靠着10塊錢3個的漢堡火遍全國的窮鬼套餐，為啥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，非要從新三板撤下來呢？当然，退市不等於關店，這2万家门店還是在正常營業，只是這次靠着低價橫掃市場的華萊士再也掩蓋不住自己的短板了。2025年上半年，華萊士的財報就顯示，營收有46.25億元，淨利潤同比還暴漲了 35.32%。要說沒有出現虧損，也沒有任何暴雷，華萊士明明可以不退市啊。可細究華萊士的財務報表就會發現，2025年上半年，華萊士的總負債已經達到了21.08億元。這幾乎已經進入了行業負債的危險線。那麼問題來了，華萊士為什麼會這麼慘呢？2001年，華氏两兄弟在福州開第一家店時，肯德基、麥當勞一個漢堡賣20-30塊，普通人根本吃不起。可華萊士沒開多久，生意就已經慘淡的快關門了。眼看生意做不下去，兩兄弟乾脆破罐破摔，直接推出了1元可樂、2元雞腿、3元漢堡的套餐。哪成想這一招直接在福州當地火了，門店前天天排大队，學生、打工人擠着搶。畢竟花幾塊錢就能吃飽，誰能拒絕呢？除了低價，華萊士能快速開出2萬多家店，靠的還有一個操作，就是和員工合夥模式。他不搞個人加盟，新店股權拆成3份，總部管供應鏈和品控，店長和老員工当股東，自己给自己打工，单店投資只要10幾萬，比肯德基便宜10倍。這種模式讓他在2019年到2022年3年時間狂開1.4萬家店，2023年門店突破2萬家，比肯德基加麥當勞還多。可盛極而衰也就短短幾年。前幾天華萊士母公司正式退市，官方說要提升效率，降低成本，說白了就是撐不下去了。咱們算筆实在賬就懂了。截至2025年上半年，他負債超21億，每100塊資產裡就有73塊是欠的，毛利率常年只有6%，也就是說賣10塊錢套餐，利潤才6毛錢，還要付房租、工資，簡直是在刀尖上過日子。那既然不賺錢，華萊士漲價不行嗎？其實還真不行。華萊士的客群體就是對價格最敏感的人，一旦漲價，大家立馬就走。畢竟現在可選的太多了，而壓垮它的第一波就是來自各方的競爭圍剿。以前肯德基、麥當勞瞧不上下沉市場，現在卻主動放下身段，瘋狂開小店打低價，把門店開到縣城。同樣的價格，人家品牌好，品控穩，誰還願意去吃華萊士呢？更狠的是本土对手塔斯汀，創始人以前還是華萊士加盟商，他太懂他的短板了。塔斯汀主打中國漢堡，手擀現烤餅胚，價格和華萊士差不多，品控還更嚴，短短幾年就開了1萬多家店，直接把華萊士的客群搶了一半。但說白了，這些競爭就只是外傷，自身的問題才是華萊士的致命內傷。曾經讓他快速擴張的合夥模式，現在成了包袱。總部要給門店墊資、裝修、供食材，門店虧了，總部也要跟着賠。以前開店多，靠供應鏈差價還能撐，現在市場飽和，門店越開越密，新店搶老店生意，關店數比開店數還多。光是去年1年，華萊士就關了1483家，盈利这下是徹底崩了。再加上他的品控頻頻翻車，2025年媒體臥底曝光，不少門店已經擺爛，反正自己已經被認定是噴射戰士，於是直接把噴射戰士做實，偷偷改食材效期，用過期肉、煎炸油，黑的發臭還不換，甚至有顧客在外賣裡吃出活蛆。黑貓投訴上關於他的投訴快1.4萬條，全是拉肚子有異物。當然，這不是門店不小心，也不是故意這麼做，畢竟低價模式壓縮了門店利潤，6%的毛利率根本沒錢做好品控，門店為了活下去，只能在成本上偷工減料。可現在消費者選快餐，最看重的就是食品安全，一旦被貼上不乾淨的標籤，再便宜也沒人買。其實華萊士的困境是早就注定了的，他靠着低價起家，卻一直沒走出低價的牢籠，沒有真正的品牌優勢。以前大家選他，實在是因為沒得選，現在對手多了，品控差，口感一般的短板已經暴露無遺，被市場淘汰就是必然的。如今華萊士近2萬家的門店還在營業，我們依舊能吃到便宜漢堡，但那個曾經的窮鬼救星已經沒了當年的底氣。他的退市其實就是一個信號。華萊士的教訓很簡單，靠低價能快速起量，卻走不遠。真正能長久活下去的品牌，靠的不是便宜，而是靠譜。天下没有免費的午餐，也沒有真正的窮鬼福利，所有的評價都有代價。華萊士至於他未來能不能翻身，誰也說不準，但他的故事值得所有草根品牌好好琢磨。